贸然在宣传上给 Eraser 制造麻烦，这种做法太欠靠谱。许律师啊，是这样。让许律师把话说完。我们说 Eraser 不尊重作者，不尊重版权，在未获得任何授权的情况下，就贸然盗用漫画人物形象，不合理，也不严谨，而且漏洞百出。一旦对方倒打一耙的话，只会让我们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我们只是实事求是，而且就凭非凡工作室和我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口碑，我相信 Eraser 会让步的。于总，您未免显得太乐观了。Eraser 现在面临的是新品发布的关键节点，他的负责人白景瑜整个的状态是战斗状态，他要对项目负责，要对 Eraser 负责，更要对背后的投资人还有股东负责。他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的失败和错误。我们贸然把舆论牵扯进来的话，只会让白景瑜无路可退，到时候他破釜沉舟，咬定自己没有问题。而一旦他要是成功的话，那证明我们就是有问题的。他不会成功的。我们有大量的人证物证可以证明版权归作者所有。我们是有这些证据，但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毕竟 Eraser 已经在版权中心注册备案了，版权取证有多困难，您不会不知道的。那你的意思是我们继续保持沉默了？我当然没说要保持沉默，我会尽力在合理的范围内为您争取最大的权益。作者对我们抱有100%的信任，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帮他们争取到最大的权益吗？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啊！版权法对于作者来讲也没有绝对的公平。认清事实，据理力争，这是第一步。如果您想要发声的话，我劝您做好所有的准备之后再走出这一步。不，我坚持要在第一时间发声。现在有 Eraser 这样的公司做出了不好的示范，那么接下来就会有千万个公司效仿。我们哪管得了千万的公司？我们先保护好我们自己这一个好吗？我希望我们可以争取和 Eraser 达成合作，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为作者去争取他最大的利益。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一举两得：第一，保护了作者；第二，为我们非凡工作室所有的非签约作者做一个好的示范。OK？ 徐律师，你不要觉得我这么顾全大局的做法是不在意这位作者的感受，相反，我非常在意他，我也希望帮他争取到最大的权益。更重要的是，我比你更了解他，也比你更了解非凡工作室，我知道什么样的做法才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所以我坚持我的想法，要在第一时间发生。好，我作为非凡工作室的法务，我有这个责任，在法律层面上给您合理化的建议。但是采纳还是否定，最终决定权当然在您。但是我有义务告诉您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结果。如果你一意孤行，坚持要发布这份声讨 Eraser 的声明，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您，您将面对的是 Eraser 疯狂的反扑。该说的说完了，您继续开会，我先走。咖啡好了。哎，那你去忙吧。看到吗？哎，我说你这电话来的真是时候啊！你怎么啦？怎么脸色这么差呀？没出去度假吗？度个鸡毛假呀！大过节的被抓回来加班，真是够拼的。还不是因为钱老板娘的事情吗？为了安安姐。哎，我跟你说啊，前面你是不在，你是没看见，我们的老板差点跟许律师就吵起来了。老板的话里话外啊，对我们的钱老板娘不要太溺宠啊。也不知道许律师听了心里什么滋味儿。哎，我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给他们加点咖啡，我一会儿回头再给你打啊。拜拜。你还好吧？啊？你指什么呀？为什么提前回来了？上海这边突然有点重要的工作，所以就回来了。哦，我还以为是别的事情。除了工作没别的事儿。你看到了吧？啊？看到什么？你生气啦？你能不说半句留半句吗？我是一个律师，我讨厌人家词不达意，我也讨厌模棱两可。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我，你有什么话你就说，而且你不要用一个疑问句作为我们话题的开始，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你想说什么意思。我是想说那天晚上在我们，然后呢？我喝醉了，所以呢？所以我才和于非凡。反正我就是喝醉了，断片了。行，知道了。就这样，不然呢？你想我怎么样啊？你没生气啊？你给我一个生气的理由。行，那是我自作多情了。哎，等会儿，你再说一遍。你用这个词，是想对我暗示些什么呢？我是不想让你误会。没误会啊。还有，你能不能依次说完啊？难道你真的对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点都不感兴趣吗？不感兴趣啊。还有，我劝你赶紧把心从你的假期里边收回来。难道现在解决麻烦不是你更重要的事情吗？我已经在想办法解决了。那就好。走了。哇，爆炸性新闻，快来看！于飞。关键时刻这么冲动啊！打听到说那个作者安安好像是于老板的前妻，两个人虽然已经分开了，但是感情还在。有八卦说他们有可能会复合。还有这回事呢？对了，刚刚投资人打电话过来问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这个于非凡啊，
从爷儿在第一个游戏大火之后，就追着我要跟我合作。这一次我明明抛出了橄榄枝，他不接，然后我自己搞定了，他又不愿意了。我跟你说，这些搞文化创意人的脑回路就是有问题，很麻烦。所以我之前担心的问题还是发生了。于非凡常年受舆论的偏爱，他们这次把这些文章发出来，就是故意跟我作对呗，趁着新品发布这个节骨眼儿，不多少双眼睛看着我们，一旦出了问题，我跟项目一块完蛋。白总，我已经请了律师了，律师给的专业意见是及时反扑。毕竟我们现在手里掌握着漫画形象的版权，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什么意思？律师的意思是让我们反过来起诉非凡工作室吗？公然跟于非凡作对可不太好吧？而且是那么一个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我们能有胜算吗？这个律师也考虑到了，所以我们不是起诉非凡工作室，而是起诉作者本人。接着说。我们只要让大家相信 Eraser 和非凡工作室都是受害者，作者才是问题的核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证明汪小白和喵小黑最早是我们自己的设计。这怎么可能呢？到时候要举证材料，我没有啊。我们有。嗯。白总接受了建议，这段时间非常感谢你。老大，进来。这里有一封 Eraser 公司寄过来的给非凡工作室的律师函，看过了吗？我看了，没什么事儿。哦，您之前不是说于老板一旦发起了维护作者版权的舆论攻势，白景瑜就肯定会有动作吗？我们现在就收到一个律师函，警告非凡工作室不要借助自己的舆论优势，在网络散布虚假信息。他压根儿就没提版权的事儿，我还以为我们会收到法院传票呢。会收到的，但不是我们。你自己好好看看吧。你来了以后，天下就没太平过。怎么可能呢？前两天我还看到非凡工作室在……于老板不说话倒还好，他为了护着你，搞得这么高调，肯定是把他们给惹毛了。人家现在正是宣传新产品的时候，还不抓着你猛撕。我本来还打算找白景瑜谈一谈，如果可以合作的话，那就不要再浪费时间打仗了呀。合作？那边刚刚开始游戏的宣传，于老板就狂轰乱炸的来拆台，你觉得还有可能合作吗？扯远了，我把你叫进来，我有话要对你说。您说，我也是作者，我能理解你，但你也得理解我。大王工作室在行业内的口碑一直以来都不错，从来没有说为了多拿钱而抬高价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也没有。我知道他们这样的指控是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但是我相信没有用。虽然你一直以来在非法漫画连载条漫是你私人的事情，但是你毕竟是我大王的助理，我拜托你处理好这件事情。现在他们说要起诉你，这对一个作者来说不是一件小事。要是真上了法庭，我不想得罪任何人，我帮不了你。如果最后搞得大家都很难看，那我也只能请你离开。
哎，许律师，不是许律师，你不许律师，哎，老板，这拦不住啊。你先去吧。哎，坐。我知道你为什么来。那你也应该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做了。徐律师，你作为工作室的法务，我希望你能跟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当然，我相信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如果选错了道路，目标和结果只会是南辕北辙。这么说，你还是要跟Eraser合作？首先撤销那些攻击Eraser的稿件，然后把作者和非凡工作室绑定在一起，劝Eraser撤诉，这样可以保证作者的权益，这场风波才能得以平息。我会亲自找白俊宇谈。这就是你保护安的方式，委曲求全，不断让步。我是在权衡利弊，获得平衡。看来在这件事情上，你帮不了我。于总，之前您不听我的劝告，执意要攻击Eraser，结果您也已经看到，他们只是尝试着掌控局面罢了，给工作室发律师函，扬言要起诉安安，这些都是策略，都是危机公关常用的手段而已，不会有下文的。我想再提醒你一遍，版权在人家手上呢，我们现在都不清楚人家手上还有什么筹码，这样跟人家赌，我们只会输得一败涂地。徐律师，我发过的文章，从来不会撤回，而且我一定会让白景瑜给安安一个交代。于非凡，现在是赛末点，你挽回还来得及，过了这个点之后，你再做什么都来不及。那时候不管是我还是别人，都再无法挽回这个局面。你说完了吗？说完了，可以走了。好。以我的公关经验啊，这种事儿一般就是雷声大雨点小。说要起诉，其实到最后也不一定。可是官微内写那么清楚。当然了，人家新产品正在启动宣传的节骨眼上。我和汤先生说好了，一起去找白景瑜谈。于非凡在没有那么高调的维护你之前，以下还好说，现在白金宇不会再跟你合作了。那怎么办？如果于非凡现在想明白了，去找白俊宇聊聊，可能这事儿还有转机。但是话都说出口了，也不乐观，很可能最后为了保全自己，还得牺牲你。毕竟作者才是最弱势的一方。你还是一个未签约的不知名作者，更有可能当了炮灰。秋天，我真的开始害怕了。如果真的被起诉的话，别的先不说，大王工作室的工作还是保不住了。别怕呀，怕也没有用啊。你已经错过了扭转局面的最好时机了。接下来怎么样？接下来就是听天由命了。一般听天由命的事，我都死得很惨。还有我们呢，我会给你想办法的。我再跟表哥好好聊聊。真是奇了怪了。他怎么就这件事上跟白景瑜杠上了呢？我脸也红了，我是不是没事？聊两句。去哪儿啊？去我那儿吧。
我去了。嗯。律师，我现在要尽快收集跟你条漫相关的所有信息。你要干什么呀？取证。你也知道了。非凡工作室已经收到了对方的律师函，警告他们不要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恶意的攻击Eraser。但是宇非凡好像不打算改变他的策略。我不是非凡漫画的签约作者，你是他们的律师，你没有义务帮我呀。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个是吗？对不起啊，我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我不知道现在我应该说什么好。所以我在教你应该怎么去做呀。你要尽量收集所有的材料，证明你是原创的作者。OK？我本来就是作者啊，这个我还需要证明吗？读过我漫画的人都知道啊。可是版权在对方的手上，白景瑜现在面对什么样的压力，我很清楚。非凡工作室本来要和 Eraser 合作，白景瑜现在的处境，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他一定会起诉你。所以以我的判断，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收到法院的传票。已经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了吗？现在我心里最没底的是，对方律师会在法庭上怎么颠倒是非的说这件事情。我试着打电话跟他们沟通，但是他们都拒绝了。可是我明明才是作者啊！他们拿走我的版权，现在还要反过来告我。现实就是这样，我们没时间想这些。你会赢的，对吧？你是林拜基的律师，你有把握的，对吧？雨山，听说你离开于氏集团了？是。那你打算回英国吗？本来是打算的，现在改主意。我看你是舍不得我们了。看着你们都过这么好，我当然舍不得了。反正那儿也不是我的家，伦敦、上海都不差。Hello， 两位大律师，晚上有空吗？一起吃饭啊？我有空啊。不去，我没空。把他惹了？谁呀？我没惹啊。我看你是把他惹了吧？原稿部分我教你能收集多少就收集多少，就这些没了。啊，电子稿跟手稿都在这里了。远远不够。哎，别动，别动，别动！不是你怎么这么小气啊？这不是给你的，这是给老大和安安的，一会儿给你泡啊。这里边什么情况了？进去3个小时了，有没有结果？我也想知道啊，不然我泡咖啡干嘛？你这招挺好的，走，一起问问去。行。哎，打扰一下啊，来来来，哎，两位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对，休息休息休息。哎呀，咱们这儿取证进展怎么样啊？有进展的话，赶紧跟我们说啊，我们这儿随时配合。安哥，放心吧，没事的。秋天也在想办法呢，他看看能不能从非凡漫画那儿找一些有效的口供和人证，啊。那你们休息一会儿，喝咖啡，我们也想想办法啊。嗯，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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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加油！白景瑜那边什么情况了？厉总，不如我们听取徐律师的建议。不可能。像白景瑜这种忽视作者版权的人，没什么好谈判的。哎，你说啊，我们的钱老板娘，她是不是个扫把匠？
啊，但凡只要跟他有关系的事情，哎，我们都跟着倒霉。我跟你说啊，整个办公室24小时从来没有断过人，整整3天了，现在还加着班呢，里边开着会呢。白总，材料都准备好了，原版全发给律师，这个是备份和复印件。好，有了这些文件就可以放心了，去忙吧。事前，非凡工作室发布声明，引起网友广泛关注。据悉，此次事件的起因是非凡工作室旗下作者创作的漫画形象汪小白与喵小黑被 Eraser 游戏公司抢先注册所致。知道该来的总会来的。那怎么办？尽人事，听天命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飞拍漫画给的这个版权归属的项目数。你怎么想？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没有胜算。我知道你也很清楚这一点。那你为什么还要打？对方的律师不同意和解，甚至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我知道硬上了。你还记得吗？在大学的时候，教授给我们看过多少关于版权的案例，有多少作者就是因为版权伤透了心，从此都放弃了创作。不像安安这样。
别喝咖啡了，早点睡觉。不用紧张，有我们俩在呢。如果我估计的没错的话，白景云应该不会亲自到场，而是派出公司代表。应该在最后一刻他们才会出现。怎么是他呀？谁来都一样，实话实说就好了。记住了，现在对于你来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证明你是汪小白与喵小黑的原创作者。我们现在手头所有的证据，是你发布的条漫，还有条漫背后的数据，这些都可以证明你是原创作者。另外，在新漫奖后台的密室里面，你所创作那幅画，可以作为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原始设计。至于为什么你会想起来设计这两个人物形象，那你的录音笔里面的内容会对你提供很大的帮助。但是在法庭上，对方的律师会质疑这个录音的真实性。哎，但是安哥你也别太担心啊，我们还有人证呢，小妖啊、大王啊、于非凡都有，放心吧，放心吧。哎，请问你对于安安在非凡漫画上发表的这两个作品形象有了解吗？我对我工作室的员工在其他平台发布自己的什么作品，并不关心。那你有见过安安创作汪小白和喵小黑这两个形象吗？我的确见过，我在工作室里见到过原稿。我没有问题了。原告律师，有问题吗？尊敬的审判长何一婷，我想请问证人，安安是你公司的下属吗？是。如果安安在法律上受到版权纠纷，你的公司会有不良影响吗？会。审判长，证人的身份与本案无关。我没有问题了。汪小白和喵小黑早在新漫奖的时候，安安就已经开始设计了。虽然在新漫奖上他的作品没有获奖，但是也很受大家的欢迎。也就是因为这样，大家都跟着安安追到了非凡漫画的条漫区里了。所以你确定汪小白这个形象早在3个月以前就已经被我的当事人，也就是安安小姐创作出来了，是吗？对的。而且新漫奖是网络现场直播的，视频应该还搜得到。安安当时被称为密室大神。尊敬的审判长何一婷，我想请问证人，你和安安是同事关系吗？是啊。除了同事关系以外，你们还有其他关系吗？你们是朋友吗？是。据我所知，从同事的角度讲，证人和被告在大写 APP 上联名出版过作品，所以他们不是普通的同事关系，而是亲密的合伙人。从朋友的角度讲，证人前段时间母亲生病了，安安提供了大量的帮助，所以他们不是普通的朋友关系。我认为证人的证词不可信。审判长，如果要排除与我当事人有关系的证人，那真相将无法查清。我没有问题了。我和安安认识是在10年前，当时安安就有创作汪小白的想法，
只是还没有喵小黑这个形象。但是我坚信，无论什么形象，都是安安自己创作的。我跟他在一起生活6年，我了解他。请问证人，你和安是什么关系？我是安安的前夫。你们认识多久？婚姻多久？审判长，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请制止与本案无关的提问。尊敬的审判长，我的问题与本案有直接关系。证人，请回答原告律师的提问。我跟安安认识10年，婚姻关系6年。你和安安有孩子吗？有。你对安安还有感情吗？审判长，这个问题也与本案无关。尊敬的审判长，我的问题可以直接证明证人的证词是否可信。请证人回答。请问证人，你对安安还有感情吗？是亲情，不是爱情。请直接回答，有还是没有？有。对方提供了充分的人证和物证来证明被告人安安在非凡漫画上上载条漫汪小白的日常，这也正好说明了我的当事人就是受害者，我当事人的版权受到纠纷，而被告却因为非凡工作室的私人关系而得到庇护，对我当事人进行诽谤，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我这儿有一份我当事人公司项目组早在汪小白的日常在非凡漫画上连载之前为游戏设计的原稿，这上面标注明确的日期，有电子稿和手稿。怎么会？尽管我们现在取证非常完整，但依然不能证明他就是版权的所有者。那还需要什么呢？一个我们没有的东西，一个自从大家开始使用手绘版以后，就再也不会去保存的东西。很显然，被告不知以何种形式得到这份原稿，并且开始创作汪小白的日常。他希望有朝一日这个形象成为游戏的主角，而自己的作品也可以一举成名。反对，请原告律师陈述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反对有效。被告曾多次纠缠我方公司总裁汤小泉先生，其目的就是害怕游戏发布以后自己陷入版权纠纷。其骚扰的方式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我没有，我这儿有一份大厦的监控视频录像，可以充分说明被告是如何纠缠我方公司总裁汤小泉先生的。这3番5次进行围堵，甚至不惜乔装成清洁工。反对。被告或许成功了，或许他打动了汤小泉先生，再或许他私下进行一些交易，这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被告的行为已经造成汤小泉先生被赶出了项目组。反对，反对原告律师用这种暗示性措辞。书记，反对有效。原告律师，请注意你的措辞，要陈述与本案有关的话语。尊敬的审判长，除了游戏形象漫画原稿，我当事人还可以提供我当事人公司与被告多次频繁交集的所有内容，包括版权的原版证书。你和王编辑那边送过来的东西派上大用场了。过去我受到打击，通常会大哭一场，然后大醉3天，如同每一个少女的崩溃都伴随着狂躁和愤怒。我羡慕着那些似乎永远都不会失态、不会崩溃的成年人，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时刻保持镇定和沉着。直到我经历了更多生活的磕碰，才发现，
原来成年人并不是不会崩溃，只不过成年人的崩溃向来都是默不作声的。